我是江福的长姐，你可有想过，如果今日你我婚事不成，我会比江福更快要婚配。你不担心我被官配吗？姐姐，你别生世子的气，福儿只是太害怕了，想世子帮我一次。你是嫡女，你不会明白一个庶女有多卑微，没有好的人家会看上我。我从小便生活在姐姐的光环下，姐姐从小便是京中明珠，还有定国公府是你的外祖家，你样样出挑，怎么会被官配？求姐姐把世子让给福儿好不好？只求世子帮福儿这一次。阿瑶，福儿这样求你，难道还不够吗？他说的对，你是嫡女，又是定国公的外孙女，怎么会被官配？他们自会为你想法子。等过了福儿官配的期限，我再迎娶你进门。不过晚些时日，难道这样你都等不得？是等不得了。阿瑶，你向来稳重，怎么也学那些无知妇人争风吃醋？你听听世子说的叫什么混话，还说咱们小姐学那些无知妇人争风吃醋。她怀里都抱着二姑娘了，竟还有脸说这话。嘘，我的好姐姐，你小声些，子信被旁的听见了。不过丞相大人是当朝首辅，咱们老国公更是手握兵权，这京城里谁不给几分薄面？怎么小姐说的倒像是半分依仗都没有似的？薄面？圣上亲批的官配御制摆在那儿，这天下谁的面子能大得过皇权去？就算丞相老爷和国公爷权倾朝氏，难道还能为了咱们小姐去违抗圣旨不成？可圣旨入府的那天，世子分明拉着小姐的手说，定会八抬大轿娶她入门，护她一世周全。小姐当时听着这句话，看着那道圣旨进祠堂，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圣旨上写的明明白白，咱们小姐18岁生辰前，若再无婚配，便要即刻被轿抬入东宫。你也该听说了，当今太子缠绵病榻多年，早就只剩一口气吊着了。圣上这哪里是赐婚，分明是拿咱们小姐当个物件，去给那病入膏肓的太子添喜罢了。竟是如此，那世子不知道这事儿？世子怎会不知？世子什么都知道，可他现在呢？让小姐等，让小姐忍。世子这是要亲手把咱们小姐推进那个东宫里去。世子真的不会再改了吗？我们曾经的约定都不作数了是吗？作数？怎么不作数？再晚半年，等福儿过了这关，我们再重新定亲。你放心，镇远侯世子夫人只会是你。姐姐，世子说过3日后来提亲，到时候你能不能借你头上这套珊瑚头面给我？你知道，我并没有贵重的首饰撑场面，到时候丢脸也是丢丞相府的脸面，也免得旁人说姐姐容不下庶妹，你说是不是？瑶瑶，过来。母亲，这是我当年陪嫁过来的头面，是你外祖家代代传下来的东西，现在是你的了。妹妹，这套头面我不能给你，我会让爹爹叫百宝楼送新的头面给你挑选。可是这套头面与我的新衣最是相称，我就借来戴戴便还你，也不行吗？姐姐，我知道世子选了我你不高兴，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珊瑚头面，好不好？阿瑶，你不免心胸狭窄了，不过一套头面，何至于此？你把它送给阿福，我再叫百宝楼送你2套作为赔偿，可好？妹妹既然知道有些东西不是你的，
就不该宵小。够了，阿瑶，选江福为妻是我的主意，你要怪便怪我好了，何必伤了姐妹感情？世子，你既然选了江福，便是我的妹夫，还请自重。你对怡姐怎么能用如此不敬的语气？你心疼她，便是把百宝楼买下来，我也管不着。但是我的东西，江福，你听好了，一样你也别想拿。江瑶，你的珊瑚头面多少银子？我买下来，可以吧？世子，你恐怕买不起。别哭了，我付银子给你长姐，我买下来送你做嫁妆。江福，还给我！哎呀，头面坏了！不过一个头面，你别哭了，我赔你一副，好不好？萧景元，你赔不起。江福，你明知道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嫁妆，但是你故意要破坏它，我不会原谅你。这笔账我会亲自讨回来。什么？阿瑶，这是你母亲的遗物，你为何不说？与你这种背信弃义之人，多说一句都让我恶心。世子，既然你选了江福，便好自为之。从今以后，你我便是路人，以后请勿再叫我阿瑶，我与你从此再无瓜葛。来人呐，把我的嫁妆抬入东宫。不要！爹爹，女儿愿意嫁入东宫。太子病重，嫁给他是天喜啊。瑶儿，若你不愿意，不如让你外祖父在军中寻一个小将定下，也比嫁入东宫好啊。圣旨下来，如若是萧景元还好。皇后娘娘知道江家与萧家曾有口头婚约，若是别家，若是便是想抗旨了。萧景元和江福定亲，此事如今满城皆知。我入东宫已势在必行。爹爹，为了江家和顾家，女儿愿意进宫。把这些箱子送回正远侯府给世子。这是以前他送来府里的东西，如今他与江福定了亲，这些东西便不适合再留着。我出嫁那日，你派人将它还回去。是，小姐。进来吧。姐姐，
福儿来看你了。姐姐，这是世子让我带回来送你的。本来想送姐姐一件嫁衣，后来想想，若是我先进门，姐姐要嫁进镇远侯府，怕是不能穿正红，所以我帮姐姐挑了一件粉红的，姐姐可还喜欢？二小姐，大小姐可是你的长姐，而且我们大小姐何时说了要嫁萧世子？这何时轮到你说话？不分上下尊卑，给我掌嘴！江福，你是庶女，如此在我面前吵闹，也没有分上下尊卑，是不是要我也教训你？你若想安心嫁萧世子，最后乖乖的别来招惹我，否则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嫁不了，你信不信？世子当着众人的面说了要与我定亲，我怕什么？是吗？可是若父亲声称你得了重病不能出嫁，只能我嫁了，你说有没有可能？江福，你要记住别惹我，否则我会让你美梦落空。这几日看到什么听到什么，一句话也别往外说，否则你的世子夫人之位我可不敢保证能不能坐得住。二小姐，请回吧。小姐，世子那边叫人送来了东西。统统卖了，换了银子捐到了善堂。是，小姐。劳烦管事，在瑶儿大婚那日开粥棚施粥，一为太子祈福，二为救济穷苦百姓。是，小姐。姑娘，外头施粥的棚子都搭起来了，百姓们都在感念您的恩德。可今日这婚礼，太子殿下他并未来接亲。太子不能来，我早就知道。我此时嫁他，便是他的妻。吉时已到，请太子妃升轿。恭送太子妃，谢太子妃施粥之恩。太子妃仁厚，竟能和殿下锦瑟和鸣。这是谁家娶亲？阵仗这么大。太子今日娶亲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居然不知道？太子病重，是谁家千金这时候嫁进去？是江家大小姐，如今是太子妃了。从此萧郎是路人。怎么可能？太子最近病重，江丞相那是多疼大小姐的人，怎么舍得把嫡长女嫁过去受罪？嘿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江大小姐今日正好是18岁生辰，至今还没定下亲事。官配令谁敢不从？圣上这一指婚，正好门当户对，谁也挑不出错来。不对呀，前几日相府设宴选婿，我瞧着镇远侯世子也在场，原以为那是板上钉钉的良缘，结果呢，世子竟然当众选了个庶出的二小姐。我也听说了，江大小姐跟萧世子那可是青梅竹马，自小就有口头婚约的。世子要是早没那心思，合着该说清楚呀，非得等到官配令临头了才临时变卦。
这不是生生伤了人大小姐的一番心意，当真是害人不浅。世子，咱们还进去下聘吗？她真的嫁了。江瑶，你回来，这期不能成。世子，你要去哪儿？今日是你来向我下聘的日子，全城百姓都看着呢。放手！江湖，你给我放手！我不放！你若现在追出去，我江府往后在京城还要不要见人？世子，你亲口选的我，你不能出尔反尔。世子，别追了！姐姐她是爱慕富贵，她自己亲口说的。太子妃身份尊贵，那是未来的皇后，她是心甘情愿、自愿嫁入东宫。你胡说！这京城谁不知道太子最近的身体？阿瑶那样清高的性子，怎么可能是自愿去的？若不是我3日前选了你，若不是我当众悔婚，她绝不会嫁给别人。是我亲手害了她。世子，这不关你的事，是官配令。官配令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道圣旨的事？江父，你明明比长姐小了1岁有余，可你3日前是怎么求我？你哭着说你要被官配了，说若我不救你，你就没了活路。我真是该死！我竟然被你那几滴眼泪糊了心，忘记了阿瑶比你年长，她才是在官配令下首当其冲的那一个。我听信了你的谗言，以为丞相府势大，总能为他寻个退路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的退路竟然是东宫。世子哥哥，你别在那儿自作多情了，姐姐真的是自己愿意的。这几日她在房里清点母亲留下的那200多台嫁妆，哪一件不是欢欢喜喜的擦拭？她选嫁衣的时候，眼睛里全是亮光。谁不愿意做太子妃啊？那可是全天下女子梦寐以求的至尊位分，哪怕是因为官配令，那也是未来的皇后。你以为她很想嫁你吗？你那天选了我，她连眼泪都没掉一滴，她根本不在乎你选谁，因为在你和东宫之间，她早就选了荣华富贵。世子，你清醒点吧，他江瑶从来就没把你放在心上，他要的是太子妃的荣光，是未来的母仪天下。闭嘴，江福！若不是你3日前步步紧逼，假装柔弱骗我悔婚，我怎会弃他不顾？我怎会眼睁睁看着她被逼得嫁给别人？是你亲手把阿良推远的。阿瑶，等我呀！阿瑶，你别嫁！是我错了，我不该悔婚。我们是有婚约的，我们自有定期，3书6礼我都备好了。你跟我走，我娶你为妻，哪怕拼了这条命，我也带你走。大胆！什么人胆敢阻拦太子妃的喜轿？今日是帝后钦定的太子大婚吉日，耽误了的吉时，惊扰了贵人，这株连9族的大罪，你镇远侯府担得起吗？阿瑶，你回我一句话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拼着镇远侯府不要，也带你走。世子爷，快别说了，这可是宫门口，要是被扣一个意图不轨的罪名，
侯爷也保不住你啊！住手！萧世子，请慎言。当年两家所谓的婚约，不过是酒后几句口头戏言，从未见于书信，更不曾正式交换过更帖。不是的，阿瑶，我心里……更何况，就在3日前，世子已经当着满京城宾客的面，亲口选了本宫的庶妹江芙为妻。今日正是你带着下嫔队伍去江府的日子，难道萧世子健忘了不成？阿瑶，听我解释，你最是通情达理，难道不明白我的苦衷吗？我并非真心喜欢江芙。我与他在那湖心亭中，连手都不曾牵过一下。我不过是看他在那哭得快要断了气，口口声声说官配时，我若不选他，他这辈子就毁了。我只是想帮他一下，就当是全了咱们两家最后的一点情分，这难道也有错吗？我说过，我只需半年，只要过了这阵子的风头，我定会想方设法取消了那门亲事，重新3书6礼去娶你。你将要是我认定了一辈子的世子夫人，你为何就不能在那儿等等我？非要这么急着把自己推入这东宫吗？哎呦，我的世子爷，您就少说2句吧。这吉时要是耽误了，咱家的小命也保不住啊！萧景元，你口中的帮他一下，便是不记得我的18岁生辰。萧世子，从你握住江芙那碗甜汤的那一刻起，便不再是我的良人。吉时快到了，起轿吧。吉时已到，起轿。萧世子，耽误了对殿下最有利的时辰，你镇远侯府是想造反吗？恭喜太子得偿所愿，娶江姑娘为妻。只是江姑娘好似不曾知晓您心悦的。无妨，姑今日大喜，叫兄弟们都下去领赏吧。是。太子请吩咐。劳烦桂嬷嬷传达，今日一事，姑定会到。听说太子殿下昨儿个这拜堂能成吗？胡说什么！今日是陛下和娘娘盼了多久的喜事，太子妃那是钦天监算过的贵人，即便殿下一直在这东宫养着，那也是帝后唯一的嫡子，是咱们未来的主子。李公公，太后有事交代。谢嬷嬷，咱家这就过去。太子妃，仪式快开始了，太后让老奴来帮您。那便有劳嬷嬷了。小姐，我听外面的丫头们说，太子今日也不知能……嬷嬷贵安。太子妃莫担忧，太子说他定会到场。
姑身子不好，不能亲自出宫迎亲，让你一个人在那宫门口受了萧家的嫌弃，委屈了你。殿下知道臣妾委屈，臣妾便一点也不委屈了。待日后殿下养好了身子，再陪妾身一同回相府回门。到时候殿下给臣妾做足了面子，看京城里谁还敢多嘴便是了。成了，成了！快随我去凤仪宫给娘娘报大喜！恭喜皇后娘娘，东宫传来消息，太子殿下和太子妃殿下一切安好。景儿今日的气色竟好了这么多，这都是太子妃的功劳。陛下赏太子妃红珊瑚树1对，南海明珠12对，娘娘赏并蒂莲花金步摇1副，浮光锦20匹，珊瑚头面100套。瑶儿，大婚次日时，本宫便想提你母亲顾氏，本身与我是多年好友，那碎掉的珊瑚头面，如今这每年得到的珊瑚头面，你要多少，本宫便与你多少。谢谢母后。瑶儿，其实是景儿告诉本宫的。罢了，本就要把这东宫交于你。如今看你和景儿感情甚好，本宫也算彻底放了心。从今往后，这东宫上下千百号人都由你做主。臣妾定不负母后所托，定让夫君后顾无忧。真是奇了，原本都说太子殿下，没成想这江家大姑娘当真是个有福气的。谁说不是呢？方才太子殿下虽还在服药，可坐得稳稳当当，气色红润不少。这太子妃一进门便长了权，如今宫里谁不巴结着？镇远侯世子萧景元，丞相2小姐江福到。世子，你看那一箱箱抬过去的，怕都是给姐姐的赏赐。她倒是命好，官配令也能得到这般富贵。那是阿瑶。世子，全京城的人都看着呢，你是要在这儿给曾经悔婚的故人丢脸吗？瞧瞧，那便是那位江2小姐，
一个庶出的，使了那般手段抢了长姐的婚事，如今还真把自己当成凤凰。世子夫人又如何？这嫡庶尊卑是刻在骨子里的。这满京城的夫人们，谁心里没杆秤？也就萧世子被猪油蒙了心，拿榆木当珍珠。福儿给长姐请安。姐姐在宫中大好，可怜福儿在府里日夜牵挂。江二小姐，慎言！坐在你面前的是当今太子妃殿下，不可再用以往那些没规矩的称呼。你一进了东宫，太子妃便是君，你便是臣，如此乱了尊卑，是想藐视皇权吗？还有，近日东宫大喜，太子殿下龙体康泰，正值喜事连连。你这一上来便哭哭啼啼，丧着一张脸给谁看？若是冲撞了殿下的福气，把这好不容易求来的喜报给哭跑了，到时候皇后娘娘怪罪下来，你一个小小的准世子夫人担待得起吗？嬷嬷，既然江二小姐不懂规矩，便带下去好好教教，别在这儿碍了殿下的眼。我的太子妃殿下，您是不知道，您出嫁那天，这相府门口的热闹可比戏台上还要精彩3分。哦，本宫当时在轿中，倒不知外面乱成了那样。何止是乱，您那庶妹啊，当时又是哭又是闹，没个半点相府小姐的体面。就因为萧世子瞧见您的凤轿跟失了魂似的追着迎亲队伍跑了，他险些连那门亲事都没定下，在那大街上拉扯，活像个跳梁小丑。后来好不容易巴结上了镇远侯世子，又在外面处处扮可怜，逢人便说他在这相府受了多少委屈，真是笑死人了。这京城里除了那些脑子进了水的男人，谁看不出来他这种下作把戏？他向来如此，最擅长以弱示人。哼，果真是姨娘养大的庶女，上不得台面，使了浑身解数抢来的，到底也只是个名声扫地的空壳子。是啊，这向来是他的手段，从来就是哭哭啼啼的示弱，哭软了男人的心肠，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婚事。如今我倒要看看他费尽心机抢到的这门婚事，是否会如他所愿，许他一生富贵安稳。阿瑶，我3日前在那巷口拦你，你为何不肯听我一言？我早说过我会娶你，你为何要如此执拗，非要跳进这东宫里？你看看你现在，我听说大婚后太子连大朝会都不露面了，是不是他已经……你在宫里是不是整日守着那个人担惊受怕？你难道不明白吗？我与阿福定亲不过是缓兵之计，那只是为了堵住悠悠众口。我怎么可能真的让一个身份低微的庶女做我的世子夫人？我萧景元的正妻之位，只有你江瑶一个人坐得稳。哟，世子爷这番话，老奴听着倒真是新鲜。不对吧，世子？老奴怎么听说那位江二小姐在相府里可是跟下人们都透了底，说是早就与世子有了肌肤之亲，怎么到了世子嘴里，倒成了权宜之计了？那是他胡言乱语。胡言乱语！既然不想娶，世子那日还敲锣打鼓的去江家下聘。这京城里的规矩，老奴虽不敢说全懂，却也没听过哪家娶个妾室还要世子爷亲自登门送聘礼的。况且，世子想娶谁，爱娶谁，那是镇远侯府的家事，与我们太子妃殿下有何干系？
您不过是相府未来的妹夫，一个外男，跑到太子妃面前说这些混账话。镇远侯府的家教，难道就是教您这般不懂规矩、不分孙卑的吗？哎呦，早就听说镇远侯府门风严谨，今日一听嬷嬷这番话，当真是讲究的很啊！可不是嘛，口头婚约那也是祖上定的，说毁就毁，全无半点信义可言。如今大小姐贵为太子妃，那萧世子倒好，一边娶着庶出的妹妹，一边又跑到太子妃面前摆出一副痴情种的模样给谁看？什么痴情？我看啊，纯粹是管不住裤腰带的浪荡子，嘴里说着忘不掉大小姐，背地里却和那庶出的二小姐有了肌肤之亲。这种男人，多看一眼都嫌脏。侯爷和夫人也不知是怎么想的，竟让个姨娘养的庶女进门做世子夫人，这京城的脸面怕是要被他们丢尽了。诸位夫人们怕是真的误会了，我们镇远侯府100年的声誉，哪能由着孩子胡来？前阵子侯爷与我都在京郊别园礼佛，景元这孩子也不知是被什么邪祟迷了眼，竟趁着长辈不在京中，自己在那儿乱做了主。这镇远侯府的世子夫人，那得是正儿八经名门望族里出来的大家闺秀，须得德才兼备，家世清白，岂是什么阿猫阿狗就能当的？当初景元当真是猪油蒙了心，竟敢私自去毁了长辈定下的大好婚事，萧家有愧。可再怎么着，我们萧家也丢不起那个人，断不可能让一个庶出的丫头进门做正妻之位，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，存心让全京城看笑话吗？娘，你给我闭嘴！行事就善了，听见了吗？侯夫人亲口说了，她连个阿猫阿狗都算不上的。庶出就是庶出，真以为爬了床就能当正头娘子？不过是世子爷一时图个新鲜的玩意儿罢了。夫人，您这话是要逼死福儿吗？世子与我已过了更，定了亲，满京城都知晓我是你们萧家的人，他怎么可能再娶别人？世子，你说话呀！那晚在那湖心亭后的厢房里，我与你早已有了肌肤之亲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心尖上的人，你怎么能在这宫宴之上对我始乱终弃？闭嘴！你还有脸提那晚？若不是你那晚处心积虑灌醉我，若不是你偷偷穿了你姐姐的衣裙，故意在昏暗中扮成她的模样，我萧景云就算瞎了眼，又怎么会认错人？若非你故意设下那种卑劣的陷阱陷害我，我便是死，也绝不会碰你一根手指。放开我了！你那晚在被里搂着我的时候，叫着的明明就是我的名字。你说过你最喜欢我娇媚，最喜欢我这种柔弱顺从的模样，不像那个死板的江阳。你都忘了吗？不可能，我从未说过那种混账话。我那天选你不过是看你可怜，想帮你度过官配令，我心里装的明明只有……闭嘴！你们是想害死萧家满门吗？请太子妃娘娘为福儿做主。福儿自知身份低微，可清白之躯已然交付给世子，那是满京城都瞧见的定亲啊！如今侯府翻脸不认，这是要逼死福儿吗？娘娘，你是福儿的长亲，血浓于水啊！若世子今日当真悔婚，福儿除了这一汪池水，再无活路了。江福，
你身为相府庶女，不仅不懂克己复礼，反而处心积虑陷害长姐，如今更是闹到这东宫盛宴上，让江家100年的清誉毁于一旦。这是本宫最后一次以长姐的身份为你做主，今日之后，本宫会亲自禀明父亲，将你从江家族谱剔除，从此江家再无二小姐，本宫也不再认你是江家人。萧世子，你既然与他已有夫妻之实，又在巷口当众拦轿宣称定亲，虽然这亲事未得父母之命，也无媒妁之言，乃是私相授受，但萧家乃名门望族，总不能做那等敢做不敢当的缩头乌龟。即便他不配为妻，可收做一个妾室，你们萧家也该负起这份清白的责任，不是吗？臣遵旨，臣回去便办好此事。太子妃娘娘，若臣将这安杂事办妥，从此循规蹈矩，娘娘可会原谅臣以往的过错？原谅？萧世子说笑了，本宫从未将死物放在心上，何来原谅之说？姑刚才听着镇远侯世子似乎在求什么恩典，姑倒是不解了，世子到底是犯了什么弥天大错，竟需要姑的太子妃亲自开口原谅？我的天，太子殿下，这不是明摆着给娘娘撑腰吗？世子这回是踢到铁板了。自己出来怎么连件披风也未穿？回屋吧，姑让人备了你爱吃的桂花糕。谁说太子不理俗事？这般疼人，江瑶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世子，姑的家事便不劳你费心了。去禀了母后，就说姑身子有些乏，这些应酬的事，让她老人家自去安排。是。这儿风大，阿瑶陪姑去后殿歇息一会儿，可好？新贡的御前龙井，姑想陪你一起品。你们是没瞧见那场面，太子殿下虽说身子还没大好，可护着太子妃的那股劲儿，简直把咱们这些人的眼都晃瞎了。宫宴过后，全京城都传开了，太子妃那是一点委屈都受不得的，谁敢惹她，太子殿下头一个不答应。可不是吗？原本以为江家大姑娘进宫是受苦的，谁成想那萧世子还在那儿装深情，也不瞧瞧自己算个什么东西。咱们萧家的脸今天算是丢尽了，那个庶出的祸水绝不能进我萧家的大门做正事。娘，那晚我确实……够了，那等下作手段也配谈名分？管家，老奴在。带上几个人去相府知会一声，就说镇远侯府的名声容不得半分玷污。看在相府的面子上，咱们萧家只能勉强娶江福为妾。这二小姐怕是会闹。妾就是妾，进了门有的是规矩教她。她若不愿，大可以去投那并蒂莲池。你还有脸提以后？你在东宫宫宴上丢尽了老夫的脸，全京城都在戳老夫的脊梁骨。江家没你这种不知廉耻的女儿。你若真觉得屈辱，老夫便为你另寻一门亲事，远嫁出京，寻个家世清白的人家，做个正室娘子，保你一生衣食无忧。二小姐，出京那可就是穷乡僻壤了，哪比得上京城的繁华？远嫁？
离开京城，我这辈子还怎么把那个女人踩在脚下？江姨娘，请吧。咱们侯府规矩大，妾室入府只能走这角门。您要是再磨蹭，误了给夫人敬茶的时辰，那板子可是不认人的。到底是伯府嫡女，这身段气度才是正经的世子夫人样。那江家的庶女入了府就没声了，到底是上不到台面的。二拜高堂。慢着！我看谁敢拜下去！萧景远，我腹中已有了你的骨肉，那是萧家的嫡长孙。夫人，想让伯府嫡女进门，行啊。今日若不抬我为平妻，我现在就一头撞在这喜环上，让这未出世的孩子给你们的喜事再添一笔。萧景宇，你听清楚了，我陆曼霜是伯府嫡出，绝不与这等卑贱庶女共侍一夫。你若敢今日抬她做平妻，让她肚子里那个占了长子的位置，我们平阳伯府定要上奏圣前，跟你们镇远侯府没完。江福，你到底要害我到什么时候？若非你当日自作聪明，假装柔弱骗我悔婚，我怎会失去阿瑶？怎会沦落到全京城的笑柄？如今你竟还敢拿孩子来喜场上要挟，果真是蛇蝎心肠！疯了，果真疯了！景然，绝不能留他！来人，他不是想如此吗？成全他，去熬一碗最浓的落胎药来，给我把那祸根子落了！天哪，这世子爷真是狠了心了。那江父也是自找的，主母还没进门，他就想生庶长子，哪个高门大户容得下？镇远侯府不缺生孩子的人，况且主母未生嫡子。怎么了？娘娘，镇远侯府那边传消息过来了，说那江姨娘在世子大婚的喜场上闹了一出，结果当场被世子灌了落子汤，孩子已经没了。听说那场面，这种自以为是的聪明，真是让江福发挥到了极致。奴婢真是开了眼了，这二小姐自幼跟着她那姨娘母亲，旁的没学会，尽学会了这些上不得台面的损招。她还当世子是当初那个能被她哭两声就丢了魂的少年呢。她自幼被姨娘关在房里教导，满脑子都是如何勾男人，却忘了教她怎么长脑子。那时候她还没进门，男人还觉得她是一朵需要呵护的解语花，她那哪是解语花，分明是夺命锁。在那样的场合拿骨肉要挟，别说侯府了，就是寻常人家也容不下呀。偏偏她不知足，江福以为凭着那几滴眼泪就能拿捏住镇远侯府。她哭得久了，男人看到的不再是柔弱，而是厌烦。在这深宅大院里，权势、地位，哪一样不比那2滴眼泪贵重？眼泪这种东西最是不值钱，正室娘子从来不屑于此。夫人，请用茶。放肆！江姨娘，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？一个妾室跪在主母面前，这双眼睛倒是不安分，
只往世子身上勾，是还没被教训够吗？好了，少说两句。世子心疼了，别忘了，这可是个能拿腹中骨肉在喜床上要挟的姨娘。我若是再不管教，这侯府的内院怕是要被她闹翻天了。滚回你的偏院去，没我的允许，半步不准踏出来。瑶儿，你这几日可觉得好些？母后，臣妾觉得有些……来人，快去传太医！到底如何？太子妃身子一向康健，怎会无故晕倒？恭喜皇后娘娘，贺喜皇后娘娘！太子妃娘娘并非生病，而是已经有了2个月的身孕，这是喜脉啊！赏，重赏！快去告诉陛下，告诉太子！神迹！殿下如今虽仍体弱，但内里生机流转，只要细心调养，寿数可期呀！瑶儿，顾竟然马上也要做爹爹了。瑶儿知道吗？在娶你之前，顾原本以为这辈子也就是这几个月的光景了。顾从未敢想过会能与你像夫妻一般生活，更不敢想。阿瑶，顾如今有了贪思，顾想活下去，顾想亲眼看着这孩子长大，更想与阿瑶白头到老。我3个月初孕过，胎相已稳。我再一次见到了江福和镇远侯世子夫人。太子妃娘娘好福气，成亲几个月便有孕，臣妾成亲至今肚子一点动静也没有。唉，镇远侯府的补药吃了1筐，肚子却一点动静也没有，当真是仇人。子嗣之事，总要讲个缘分。听闻世子以前与太子妃是有婚约的，后来因为江妹妹才取消了婚约。本以为江妹妹是有福气的，结果我才进门，她又落了胎，和我一样是个没福气的。如今妾身没有孕是应该的，毕竟世子夫人爱吃醋，将世子罢在房里，不许去别的姨娘房里一步。可是怎么天天站着世子，也没见动静，可见还真是个没福气的。当初你们在喜堂上硬生生落了我的胎，那是萧家的血脉，你们做的自有天看，谁知道侯府往后还会不会有子嗣？江姨娘与世子在成亲前便私定了终身，两情相悦，珠胎暗结，想必吃醋也是有的。不过世子多情，世子夫人也要多上心，以后姨娘通房必是少不了的。既然如此，本宫便体恤夫人不易，我赐2个宫女给夫人，收在房里做个妾室。夫人教导几日，以后也可为世子开枝散叶。那2位姑娘进府2个月了，世子爷夜夜宿在那边，可这2位的肚子也是半点动静都没有。何止是他们，大夫人和江姨娘那是天天掐，也没见谁怀上。如今这侯府里简直是6国大风向，乱成了一锅粥了。胡大人，您再仔细瞧瞧，那江姨娘以前可是实打实怀过骨肉的呀。镇远侯府那4个都没怀上。我看呐，这问题怕不是出在那位萧世子身上吧？不能够吧？这谁说的准？我看他怕是坏了根本。
侯夫人，世子爷这脉象，乃是长期服用了阴损的寒药所致。什么药？此药无色无味，却能让男子断了精气。世子爷这底子，怕是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有子嗣了。是谁？是谁要绝了我萧家的后？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当初那个女人可是实打实怀上的，那时候景元还好好的。下药。江湖，是你？是我下的，又如何？萧景元，你大婚那天亲手打掉你的骨肉，那是一条命。那是他命不好。你以前说会让我生下你的孩子，可后来呢？你说嫡子未生，不许庶子落地。既然如此，那大家都别生好了。既然我的孩子保不住，那我就让你萧家彻彻底底绝了后。你这是要害死我们萧家！你害世子绝嗣！你不是爱惜你这张脸吗？你不是靠这张脸祸害侯府吗？我让你害人！你这般狠毒，就该拉去叫野狗分食了才干净。江姨娘，夫人说了，只要您这脸上的伤好了1分，就得给您家10分的教训。叫你害人，这长脸的规矩，您可得受一辈子。滚回去告诉夫人，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后院那帮蛇蝎心肠的女人。世子爷自打那事之后，整个人都废了，连夫人的院子都不肯迈进一步。这么下去不是办法。要是世子爷真闹出个好歹，咱们也得跟着陪葬。不如，这若是被侯爷知道了，那可是要乱了家法的。侯爷现在哪还管得了？还是这儿自残，侯府里那些眼睛、那些规矩，都让喘不过气来。太医，世子到底是怎么了？侯爷、夫人，老臣说句大不敬的话，世子在外面流连烟花之地，与那些不干不净的人厮混，已是全身染了病。更严重的是，世子长期如此，身子骨早就被掏空了，这病已入骨髓。切记，万不可再让世子沾染府中任何女眷，否则那是灭顶之灾。难道就没有治好的法子了吗？咱们侯府有的是银子，求您救救他！这是不治之症，从今日起，世子的皮肤会一寸寸慢慢腐烂，会流出腥稠的脓水，泛散出冲天的沤臭，最后
毒气会一寸寸蚕食皮肉，直至毒至心脉，受尽万箭穿心之苦而死。老臣无能为力。他怎么敢？他怎么敢带着这一身安杂病回来？咱们这辈子都没脸活在这世上。都给本夫人闭嘴！谁要是敢把世子的病传出一个字，本夫人立刻乱棍打死，全家陪葬。传令下去，即刻封锁侯府大门，无论是采买还是洒扫，一律不准出入。就说世子突然恶惊，需要静养，谁也不见。哎呀！孽子，你到底在外面招惹了什么？下要绝了后，我要大亏！世子还染了那种名声扫地的病，我若是再待下去，平阳爵府的脸都要被我丢尽了。侯爷，您放我走吧。走吧，都走吧。萧家百年基业毁于一旦，老夫也无颜再立于朝堂。这残生便随我去那山野间自生自灭吧。婆婆，您当真要如此绝情？别叫我婆婆！若不是你，我儿怎会悔婚？萧家怎会绝后？送他去家庙。是，给我落发，让他在那里剃度修行。这辈子，你就在青灯古佛前给萧家赎罪吧。侯爷，咱们真就这么走了？家产变卖尽了，人也没了，回乡吧。殿下已经按照吩咐交代了小管和太医，事已成。如此甚好，我的阿瑶便无后顾之忧。去把那剩下的江府解决了吧。是。生了！太子妃娘娘生了，是为小皇孙。传朕旨意，太子妃姜氏诞下第一长子，功在社稷，即日起大赦天下，赐名元辰，封为皇太孙。元辰，别淘气了。怎么这药又原封不动地端出来了？娘娘昨儿整夜没合眼，守在榻前，可殿下这身子，油尽灯枯了。娘娘和殿下夫妻恩爱15载，已是向天借来的命。钦天监说，也就这几日的光景了。阿瑶，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，就是在那日宫门口等到了你。只是到底不能陪你到白头了。殿下别胡说，您睡一会儿，醒了咱们还去湖边看莲花。
万万岁！太后娘娘千千岁，千千岁！朕承父祖之制，定当克勤克俭，爱民如子，开我朝不世之基。吾皇圣明。娘娘快瞧，今年的并碧莲开得比当年您大婚时还要红火。是啊，花谢花开，又是好些年过去了，一切终究是成了过往云烟，唯有这盛世如所愿。